各位，大伙兒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大陸呢对台灣統一的問題呢，現在呢這個時間表確實已經定下了，所以呢這個統一的腳步啊不會因為某一些這個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而改變。統一正在加速，這是大家的共識啊。當然了，這裡邊呢有很多的這個有利的因素啊，比如說台灣館長在民間的這種作用，比如說新的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目前的這種新人新氣象啊，世代交替啊，重拾9·2共識啊。但是呢，這個金燦榮教授今天呢給大家潑了一盆大涼水啊，金燦榮竟然直接就說呢，祖國統一如果是要靠鄭麗文的話，那是你喝多了，你想多了。金燦榮教授為什麼會有這個論調出來了呢？大家都知道，翟軒呢是做了一個兩岸圓桌派，是吧？這個背景還是挺厲害的，請了大陸的很多著名的專家和台灣的名嘴上去。金燦榮呢和這個台灣的唐湘龍做了一場訪談。這一場訪談之後，金教授的口風就變了，因為大家知道唐湘龍呢是這個屬於少康幫的，對吧？那個趙少康的少康戰情婦那一幫的，那麼趙少康這個出來抹黑撒謊，受到了名嘴的口誅筆伐，但是唐湘龍一句也沒有說趙少康，對吧？那麼跟唐湘龍做完了節目之後，那個估計是金燦榮教授生氣了。為什麼生氣了呢？我們先來看看這一場訪談，你就知道了。翟先生，我呢不研究台灣島內政治啊，島內政治還挺複雜的，裡面有一些正經的遊戲，還有一些邪門歪道所以挺難看懂的。剛才呢，唐湘龍老師講的這一串，我還學習挺多的因為不待在裡面不知道嘛。所以這是一個基本情況，我對島內政治不熟。那麼就從兩岸的角度看呢，我這麼理解就國民黨這一次選出鄭麗文呢，某種意義上是國民黨的自救行為。因為國民黨原來一幫老男男嘛，他實際上沒有靈魂了，是吧？過去10幾年，他都被民進黨牽着鼻子走。對不對？他實際上沒有自己立場嘛，跟民進黨亦步亦趨雖然國民黨是100年大黨，對吧？然後底子很厚，社會基礎還有，但是這個黨越來越變得沒有靈魂，所以在議題上總是被民進黨牽着鼻子走，亦步亦趨，對吧？再這樣下去，這個黨是要沉淪的呀。那麼這一次呢，選出鄭麗文呢，應該看到他是有鬥志，對吧？有新鮮所以我覺得。這次選出鄭麗文女士做黨主席，首先是國民黨的自救行為，因為還像以前那樣混日子，對不對？這個黨早一天晚一天總是走向滅亡的，對不對？這是一個情況我認為這是一個國民黨自救行為。那麼，然後鄭麗文女士呢當選以後應該講在兩岸議題上確實跟以前不太一樣，對吧？跟以前的叫什麼？國民黨領導人不太一樣比如說他還是比較明確的承認9·2共識，反對台獨，對吧？希望兩岸百年和平嘛。當然怎麼百年和平，這個跟大陸期待還是不一樣。相對以前的國民黨領導層，鄭麗文代表一種清新的這種意見，清新的勢力，跟過去的態度比較積極一些所以總體來講大陸這邊對鄭麗文應該是肯定的。那麼至於說11月8號他帶了一批人到台北馬場町嘛，是吧？祭拜白色恐怖受害者這個事件總體來講還是大陸還是肯定的但是呢，大陸肯定也看到另外一個情況，就國民党內非常不團結，對吧？那幫老男男現在是不同意的，對不对？他中間派蔣萬安也不同意，看到沒有？所以黨內形勢挺複雜的，非常複雜。那麼鄭麗文女士能不能這個真的
這個形成新的政策主流？不知道，是吧？原来它有個政策主流嘛，那個政策主流是綏靖主義的、投机主義的，是吧？那个跟風的啊，那個，那麼它能不能形成一個有自己鮮明特色的政治主流？不知道，哎，這要看一看。所以這是關於那個鄭麗文女士吧當選這個國民黨主席的我的一點評價啊。首先，她就是自救，哎，因為國民黨原來那樣混日子肯定是要消亡的，知道吧？這是他這股新面孔，這股清新力量是一種自救。第二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他的一些兩岸關係表態比以前要積極，哎，大陸這邊肯定是肯定的了，但是大陸還是有點猶豫啊，因為就是不知道他這個新路線能不能站住腳嘛。最後呢，我想講這個，我覺得大陸現在在兩岸問題上越來越自信，就是以我為主來解決問題。那個，我覺得這個思路應該是有了，我一定要那個實現國家統一，這個事兒沒得商量，然後那個這個以我為主，不寄希望任何那個其他一方，明白？所以這次在那個10月30號，中美首腦的釜山會談是吧？按照特朗普先生的說法，就根本沒談台灣嘛，對吧？那個，但我覺得更大的可能性就覺得我已經決心已下，按照我的方式來解決，對吧？我沒必要跟你談，除非你要干預，你主動干預是吧？我跟你警告一下，對不對？你要幫我 OK， 那個你要幫我想撈點好處，沒準我給點那個，但是你要介入，我揍你，我肯定揍你，對吧？因為軍事上我們做好準備了。在台灣這個地方肯定可以把美國揍趴下，沒有問題的，而且不是揍美國一家，就是他這個團隊了，我們一樣揍趴下。這個，所以大概這邊是很有信心了，對吧？這個就是我覺得力量夠，然後呢，那個決心已下啊，就是以我為主來解決。所以，那麼，在解決台灣的過程當中呢，我覺得需要注意這個變化。那個可能，島內研究兩岸關係的人都注意到。19年葉劍英元帥那個79年致台灣同胞書40年，對不對？我那次其實有個講話，對吧？那個講話我覺得有一點特別重要，就是以後通過兩岸政治協商，然後爭取和平統一。這個是針對什麼？針對以前一種思路，就是通過國民黨跟共產黨的第3次國共合作來解決兩岸和平統一問題。就是因為國共兩黨有過合作嘛，對吧？最早孫中山時候一次，後來抗戰的時候一次，那麼2次合作都不錯。通過那個第1次國共合作，就是把軍閥混戰的情況改了一下，對吧？實現了那個國家民意統一嘛。共產黨北伐，中共是支持的嘛，對不對？葉挺那個部隊叫鐵軍啊，像北伐當中幾個硬仗都是鐵軍打的。那個這第1次國共合作，哎呀，讓我們國內統一；第2次國共合作，把日本人揍跑了嘛，是吧？日本近代啊，很張牙舞爪，搶了很多地方，不是還回去了嘛，是吧？那個根據那個45年8月15號，日本天皇啊，他的那個就投降書嘛，他不是接受波茨坦公告嗎？波茨坦公告寫得很清楚啊，日本退回他本土4島啊，是吧？以及我們盟國決定的其他島嶼嘛，他等於前面這個從那個明治開始，那搶那些東西不都還回去了嘛，對不對？那個，所以前面2次國共合作確實很成功啊。第1次全國統一，第2次把日本揍跑了。那所以很長時間，大陸這邊有一個想法，能不能第3次國共合作把那個兩個問題解決，對吧？曾經真是有這個想法，但是我個人認為19年開始，並不寄希望於這個就是政黨協商了，因為現在島內已經沒有一個黨可以代表島內了。對不對？所以他現在換了一個說法，叫政治協商。這一點學毛主席，知道吧？學毛主席就是那我以我為主啊，我把台灣有代表性的個人啊，那個黨派團體都請過來，不就完了吧？對不對？我不是盯着一個黨，寄希望於一個黨啊。如果那個黨不行，那不這個計劃整個這個戰略就失敗了嘛。我是搞以我為主的政治協商啊，這個是。我覺得19年那次講話很大的一個變化啊，好像那個，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注意不夠，是吧？那麼既然這個整個對台政策是以我為主推進統一啊，所以
島內某一個政黨領導人的變化就不是那麼重要啊。那麼既然我的戰略是政治協商，不是政黨協商啊，所以它也沒有那麼重要，知道吧？所以那個這麼說吧，就是由於中國大陸國力的增長吧，這個那麼大陸越來越自信，是吧？然後從大陸這個總目標就是民族復興啊，那個角度來講，台灣那必須統一的，這沒有商量的。然後大陸現在總的統一方式是操之在我，以我為主，對吧？然後當然爭取台灣方面的有就是同意啊，這個9·2共識同意那個走向統一的那個所有的力量，包括個人，包括團體，包括政党。那麼至於說國際上，我覺得現在越來越自信，基本上就是說，你美國願意談這個事兒是吧？那個跟我交換，没准我交換一下，那個但是那個我不求你，我不會主動求你的，對吧？你要以後干預啊，我就準備好揍你。這個因為我們現在越來越自信，那個可能很多朋友沒有注意到，就是按照匯率啊，美國現在 GDP 還是第一，對吧？去年的 GDP 是29萬億，然後我們19萬億，我們跟它還有點差距啊。你要說產量，那就不是1倍2倍，那是大了去了，是吧？我們汽車是3000萬輛嘛，產銷的3000萬輛，美國1000萬輛，是吧？三倍啊。造船我們是到232倍，對不對？那麼各種那個指標都是碾壓式的，是吧？但不是差一點點啊。所以我認為大陸現在在台灣問題上很自信，那個，然後呢，這個導致一個結果就是以我為主。所以落到兩岸，我覺得這樣，就是說島內，像國民黨這種重要的政黨，它的變化大陸還是關注的。但是呢，這個變化對兩岸關係不是決定性的，知道吧？我們就是從我們剛才分析的內容上講，肯定歡迎那個就是鄭麗文所代表的新力量啊，那個但是又很冷靜啊，就不知道這個新力量能不能站得住嘛？站不住，是，那這個也就這個就是機會就沒有了嘛，對不对？我們順着繼續問一下金老師哦。剛剛金老師有講到說，其實現在不是政黨協商，而是走向政治協商，也就是跟像鄭麗文這樣的新力量來做一些接觸。那我們其實在台灣也觀察到說，包含了中國大陸現在在這邊已經正式出手，就是對於說，新力量的接觸也好，肯定也好，或者是說對於台獨勢力的直接出手，像對於沈伯洋這些台獨分子，我直接已經開始用通緝的方式，也就是說，我不用透過跟國民黨或者是任何政黨的協商，我已經開始在推進我們的統一的這些動作步調。那所以現在台獨人士也非常的着急，像是蕭美琴她是去到了反華組織，就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APEC 歐洲議會的大樓，他們因為召開年會嘛，所以像蕭美琴她就去到那邊發表演講，但其實她並沒有受到歐洲議會的正式邀請，也不是正式的身份出席哦。那現在當前局勢之下，連川普都不太去談台灣的問題，但是你看台獨的人士是不是也感受到這種壓力，所以想方設法要在這個國際的這種場合裡面想要輸出他的台獨概念，或者是說他們是想要挽回他們這些年來民進黨好像在所謂的國際舞台上面實在是拿不出什麼成績單。我們來問一下金老師怎麼看哦？現在感覺上面好像兩岸的問題有越來越多什麼印度啊、菲律賓啊這些這個參與，是企圖台獨勢力想要把這些力量給拉進來，導致台灣問題的複雜化，然後苟延殘喘嘛？我們來問一下金老師。是這樣的啊，我認為呢，台灣問題呢，法理上肯定是我們中國的內政，因為它只是國共兩黨內戰沒有結束導致的，對吧？它是我們的內政啊。那個台灣本身呢，是45年10月25號已經回歸祖國了嘛，法理上已經解決了啊。只不過後來為什麼主權統一，但是那個治權分離呢？是因為國共兩黨沒處理好那個聯合政府問題，打起來了嘛。那打又沒打完，所以就形成了治權分離啊。那個，所以這個複雜歷史原因就導致了這麼一個矛盾啊。法理上是我們家內政，但現實呢，它是個三方遊戲。這三方呢，就是中國台灣、中國大陸和這個美國。那麼美國是代表了國際干預勢力啊。但是呢，
國際干預勢力主要還是美國，我觉得其他都是比較搞笑的，对吧？都是那個啦啦隊啊，起哄加秧子，知道吧？它實際上沒有意義，包括日本都沒有意義，知道吧？那個日本，我是始終認為它不具備有獨立的作戰體系的，知道吧？它是給美國的補充嘛。那美國不進來，它是沒有意義的。至於說印度啊、菲律賓啊，那完全就是他就給你添堵，啊，給你添堵啊，惡心你一下啊，實際上意義不大。那個那麼現在兩岸之間是吧，力量肯定是大陸是碾壓性的優勢嘛，對吧？這個從力量對比來講，大陸優勢越來越明顯。然後呢，在中美之間，實際上中美開始走向均衡，是不是？這一次那個10月30號在那個釜山的那個對話，大家注意到一個細節沒有？就在對話開始前的很短的時間，1個小時左右，特朗普先生是不是在他的那個社交媒體發了一句話，對吧？叫 G2 will be convening shortly， 對吧？翻譯成中文，G2 馬上要開會了，興奮得很了，對不對？那中國大陸網民很調皮的嘛，大陸網民說，其實就是那個《三國演義》裡面曹阿瞞、曹操那個話嘛，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其他人都沒什麼意思的啊。那個實際上中美的那個力量博弈啊，已經到了新階段，包括特朗普在內，他已經承認了中國某種的均等地位，是吧？对等地位啊。所以我看除了那天講 G2， 他回美國，我看這幾天很興奮，講了至少5次 G2 了，對不對？那個所以這是一個大背景啊。台灣問題，法理上是我們家內政，是中國內政啊，但歷史原因啊，它確實是個三方遊戲啊。但這個三方主要是就是除了中國大陸、中國台灣，主要是美國，其他國際勢力啊也不重要，沒有那麼重要，它頂多給我們添點堵，知道吧？添點惡心。那麼真正就國際重要是美國，美國我覺得其實它已經在變了。大家都注意到10月14號是不是蘭德公司發了一個報告啊？對不對？那個報告不是明確講了嗎？美國在台灣這個區域啊，跟中國大陸發生軍事對抗，勝率就是獲勝的可能性是 0， 是0，知道吧？然後說台灣也沒有這麼大的價值，所以怎麼辦呢？美國逐漸的撤退吧。就萬一哪一天真的把那個台灣拿走了，我也不丟面子啊，跟我沒關係啊，對不對？這是這個新趨勢。至於說你剛才講的有一些那個菲律賓啊、印度啊，或者一些東歐國家啊，那個以色列啊，派團什麼到台灣那個轉來轉去，這個意義不大，對吧？就是我剛才講，他沒有對力量對比，沒有任何這個實質性影響嘛，對吧？他就是給你惡心一下，添點堵，對不對？他是講這些那個國家，按照我們大陸網民的說法，就是二桿子，知道吧？二傻子那個。因為最後台灣問題肯定是以大陸的那個方案解決的，對吧？然後解決完，那大陸會記住的，是不是？你當時犯了錯，也要受到懲罰的呀。我再說誇張一點，我是對中國大陸發展很有信心的啦。因為我的那個看歷史、看現實邏輯比較簡單的啊。我認為西方成功啊，就是因為它工業化，知道吧？因為工業化，所以就有堅船利炮機關槍，然後用堅船利炮機關槍打我們的長矛大刀，然後就橫霸天下，就這麼簡單。所以工業化是西方成功的關鍵。那麼其他國家就必須工業化呀，但其他國家工業化不太成功，是吧？非西方工業化成功就是我们儒家文化圈。具體講，日本、4小龍、中國大陸，別的非西方還真不行，對不對？但是這個日本、4小龍、中國大陸又不太一樣。日本4小龍啊，是抱美國的大腿成功的，知道吧？所以生活水平上去了，工業能力上去了，但戰略上、政治上是被美國控制的。全世界啊，非西方工業化只有一個是獨立於西方的，中國大陸，就政治上代表整個非西方人類的希望，非常了不起啊。另外呢是塊頭，一旦我們工業化，我們的塊頭就決定了什麼？我們一定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那麼事實也是如此。截止到去年24年，我們中國大陸是不是連續15年製造業世界第一啊？對不對？而且越來越大嘛。去年，我們製造業佔全世界36，知道吧？這世界銀行的數字啊，不僅超過美國，是超過整個西方的，知道吧？西方的工業集中在 G7，對不對
7國集團，G7加起來占世界33，我們一家伙占36，這個而且還在拉大差距。现在美國好多权威經濟機構預測啊，到2035年，10年以後，我們製造業占全世界45%，這就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事實啊，就中國大陸工業化了。政治上獨立於西方，規模超過整個西方，而且還在拉大與西方的差距，這是當今世界最偉大、最重要的事實。這個事實你要看不到，那你判斷問題的前提是沒有的，知道吧？你後面的推理肯定是錯的。那麼，在這個事實基礎之上呢，我就這麼推理啊，這個我們一定要解決台灣問題。然後呢，我承認原來台灣問題複雜嘛，三方遊戲嘛，這個中國大陸、中國台灣、美國，對吧？但現在很顯然，美國是不是在改啊？對不对？改的方向對台灣是不利的啊。我覺得美國拋棄美國的，就美國拋棄台灣大概率，只不過他現在有點捨不得。就你們還有個台積電，知道吧？台積電確實在那個芯片方面很重要。那美國佬呢，做事兒沒有我們東亞人精細，知道吧？所以高端芯片他做不了，他就準備搶。就是搶台積電，把台積電變成美積電。如果這個他弄走吧，他可能真覺得台灣沒什麼價值，知道吧？你愛誰誰。這時候可能就跟大陸商量賣個好價錢。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挺大啊。所以大概就這麼一個情況，就是台灣朋友自己要清醒啊，知道吧？哎呀，你指望美國啊？這台灣原來就是幾個毛病，一個呢就看不起大陸，老覺得大陸太窮了啊，這就不符合事實。大陸非常強大，我告訴大家，不是一般的強大，非常強大啊。這是第一。第二呢，老指望美國，精神上認美國為爸爸，對吧？認美國為爹嘛，因為這個爸爸熱愛台灣，喜歡台灣，根本就不是，知道吧？美國爸爸隨時可以拋棄台灣，大陸力量極其強大，所以。這個一定要趕緊認識這個現實，然後想辦法在裡邊找到出路。那最後我講一句啊，蘇起先生呢，我挺佩服他的，是吧？我覺得他對國際大事啊、兩岸格局了解挺清楚的，好像最近他有好幾個講話挺着急的，我看他，是吧？覺得兩岸的和平機會窗口還不遠了，趕緊談吶，否則以後挺慘的，知道吧？我是建議台灣朋友啊，要聽聽蘇起先生的意見。我覺得他挺棒的，他的那個思路是正確的。朋友們看到了吧？這一場訪談之中，唐湘龍整個過程的這個姿勢和這種臉色，有點太失態了啊，顯得。其實就是跟蔡正元趙少康啊，是吧？國民黨嘛，100年大醬缸，處處都是趙少康嘛，是吧？他們是一個心態，老藍男嘛。說你大陸你吹啥牛啊？你要有種，你現在就打過來呀！你現在為什麼不打呢？你光嘴炮有什麼用呢？他們心裡邊都是這個想法，以為美國爹還能罩着他們呢。雖然表面上是統派，是吧？可是心裡邊呢，別管明毒暗毒，都是獨派。所以金教授生氣了。1月8號啊，國民黨新當選的主席鄭麗文率了不少人到台北馬場町去參加一個活動就是紀念白色恐怖時期的犧牲者。結果呢，這個舉動就導致島內民進黨的批評，還有國民黨內一些老滑頭的批評甚至也包括新生力量，還說明呢，鄭麗文雖然當選了國民黨主席，但實際上他這個在黨內的這個掌控力還是非常差的。這就回到以前我們聊過的一件事，就是鄭麗文第一。他的立場跟大陸他立場首先我們肯定比以前的老藍男那幫人好很多了，但是呢，就是我們原來也擔心，就是鄭麗文實際上掌控不了國民党，对吧？他也就是代表一個國民黨一派而已，雖然當了主席，但並不是主流。島內政治立場分歧大，包括國民黨內，對吧？分歧都非常大，所以
其實還是回到以前我們一个说法，就是那个咱们这邊以後啊，別指望那個什麼政黨協商啊，政黨協商沒用的。那個現在可能也沒有一個黨能夠代表台灣，我們要轉向從政黨協商走向政治協商，這樣你就不把那個雞蛋放在一個籃子嘛，是吧？不指望一個黨吧，你選擇性就大多了，對不對？所以某種意義上講，我們肯定吧，就鄭麗文這個舉動對兩岸關係有好處啊，但是他那個舉動後來的反彈，就說明那個島內政治依然是非常非常嚴峻的，對和平統一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們還立足自己吧。是台灣一批比較這個有戰略思維的人吶，包括那個蘇起啊，他們肯定已經感覺到了這個大陸統一的決心已下，而且統一進程已經開始了。只不過呢，那個他們也感覺到，就是大陸目前還真心的啊，很真誠的在努力推進和平統一。所以我看蘇起急得不得了嘛，那個希望呢趕緊來談嘛，對不對？那鄭麗文我覺得大概在形勢判斷上有點接近於蘇起，所以現在這種表態呢，確實跟以前的是吧？國民黨那幫老男男那個要好很多啊。這個因為他是當家人了，那個以後出事他要承擔責任了，對吧？所以他就民進黨拉開距離，跟老男男拉開距離啊，然後那個爭取啊，那個以後啊，如果發生不測事件或者驚濤駭浪啊，他選擇餘地大嘛，對吧？那個所以這種思路我覺得是有的。那個那麼至於說我們大陸有些人講啊，鄭麗文現在這個表態就可以了啊，那個大陸應該滿意了。他是這樣，就是說，因為大陸這個最終的那個目標是國家完全統一嘛，所以在這個進程當中啊，做一點點貢獻，大陸都充分肯定。但是這個不因為他們那個存在啊，立場分歧而影響我們的決策。我覺得這邊還是會很那個堅定的這個推進統一進程。因此呢，他那個態度好一點啊，有利於以後的那個一些安排，但是並不會影響大陸的整個那個政策。那麼大陸政策慢呢，還跟大陸這個體量有關係，對吧？大陸這個決策就是慢的，歷來如此啊。那個但長期看並不慢。你比如說我們搞經濟改革，它通常會搞試點不錯啊，那慢慢推廣。這個跟那個很多國家性格就不一樣，比如說那個俄羅斯啊，休克療法什麼，大陸不會搞的。那個從來就是多少年的歷史經驗。大陸跟美國啊，它那個國家那個標誌啊不太一樣。美國是白頭鷹嘛，我們是龍嘛。白頭鷹飛得高，看得遠，眼睛尖啊，看到利益就搶哦，看到危險就跑哦，那個行動挺快的啊。大陸不是，大陸是龍啊，龍本質上是大蟒蛇嘛。大蟒蛇呢，它那個反應就是挺慢的，知道吧？但是一旦動起來，那個動力那是無與倫比，知道嗎？那個它停都停不下來。我想那個整個大陸啊，最後的統一進程應該是跟那個島內啊這種政治啊這種小變化沒有太大關係，對吧？基本上就是大陸根據自己的節奏啊來最後實現那個國家完全統一的目標。儘管啊鄭麗文態度比以前積極啊，但是我們剛才講了，他其實對那個大陸的要求是吧，和平統一，他並沒有直接呼應嘛，所以其實跟大陸的政策還是有距離的，對不對？那麼就是這樣一個在大陸看來還不夠這個很正確的態度，竟然啊在島內呢遭到了攻擊，對吧？那個包括國民黨內那個現在的副主席蕭其成明確講啊，不接受香港模式嘛，就是不接受一國兩制嘛，那不是跟大陸差距就更大了唄，對不對？所以那個這還是再一次說明什麼呢？說明呢島內政治複雜呀。應該講鄭麗文他實際上的那個政治影響力非常有限，對吧？所以對我們來講，可能一定心裡得清楚啊，就是指望
島內那個人物發生大變是吧？靠近我們，這個是不現實的，對吧？就是他應該更堅定我們的一個思路吧，就是靠自己吧，不靠別人。金教授直接就做了一個節目，跟那個唐湘龙做完了圆桌派以後，直接做了個節目，說祖國統一還是要靠自己，有自己的时間表，对吧？啊，你听那个拉拉鼓叫喚，你還不種地了嗎？到了一定的時間表，那統一的形勢就由不得你了。你還想指望鄭麗文？那你是喝多了呀。這就是金教授的這個視頻的題目啊，這個事兒有意思了吧？各位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